代号鲲鹏，由于身形非常圆润，也被称为胖妞。120机长约47米，机高15米，翼展45米，实用升限13000米，最大起飞重量是220吨，最大载重量达66吨。 最大飞行速度是每小时700公里以上，最大的航程是7800公里。它是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新一代多用途大型运输机，是具有战略投送能力的国之重器。有军事专家说，运输机相当于人的腿和肚子，腿的长短影响单位时间行进的距离，而肚子的大小则决定容量。 120在关键的货舱容积设计上呢，采用了上单翼、梯形尾翼、翼吊4台发动机的气动布局，并且采用外置中央翼盒，机翼从货舱顶部置于机体之外，通过保型整流罩与机体相连，在机背上方形成较为突出的鼓包。 那120总设计师唐长红曾向深圳卫视介绍，采用这种设计呢，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机翼不挤占机内货舱的宝贵空间。 120的运载能力比1276要大20%多。120相较于1276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呢？根据印度军队实际使用经验，一辆40多吨重的 T72主战坦克装进1276货舱之后，坦克两边的履带距离货舱舱壁只剩10厘米左右，而120装载比 T20更重更大的主战坦克都完全没有问题。 作为一款军用运输机，120还具备在恶劣环境下进行野战起降的能力。它的机身材料应用了较多高强度、重量轻的复合材料，机体结构呢得到了强化。此外，它还配备了强劲的起落架，安装有前3点式起落架，主起落架6个轮，前起落架2个轮，可以90度偏转。再加上先进的航电设备，使得该机足以满足中国空军全国部署、全疆到达、全域反应的作战要求。有分析认为，这次运20运输机的突出表现，不仅体现出运20已经成为空军进行远程兵力投送力量重要载具，同时也是空军执行抢险救灾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等非军事紧急任务的一款重要装备。运载货物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你一个4吨的卡车啊，尽量装满4吨，不然的话呢，就有空余的，或者说没有充分利用你的运力。所以前几次空运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个1276飞机呢，也就足以把需要的货物人员运到武汉地区去。这一次可能运的量就更大更多了，那么运力更大的运20就有了用武之地。 分析指出，疫情发生以来，空军已经连续4次出动30架次运输机执行大规模空中投送任务，为湖北空运大批军队医护人员和物资。特别是2月13号这一次，运20不仅作为主力参加，还一次就出动6架，分别从天津、成都和张家口3个地方出发，在同一时间到达武汉。 这种多地出发、同时到达的模式，体现出了我空军成熟和高效的任务规划能力。虽然此次执行的是非战争军事行动，但这同样能够证明运20已经可以承担起实际的作战任务。 2016年7月6号，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授装接装仪式在空军航空兵某部举行，运20正式列装人民空军。深圳卫视记者曾采访过运20总设计师唐长红院士，对于运20的使命定位，唐长红院士表示，运20将主要用于装备运输、物资运输、空投空降、应急救援、抗震救灾等方面。这一型飞机的话呢， 它的气动性能从目前的试飞情况上来看，还是比较优秀的。我们由于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晚，所以没有办法说和前边怎么去对比。但是起码他们具备的一些优秀的性能，我们也基本都具备。